法官会议呢解释阉割了，而且限缩了国会的权利，就是这样子，难道还不够吗？这个钟嘉宾委员呢，非常的不知道他怎么想的非常的奇特，安排呢在今天呢要对立法院的秘书长呢周万来进行叫他来提出报告吴思瑶委员呢是说呢这个呢是蓝军呢不敢，蓝的立委呢不敢面对他说这个立法院呢职权行使法要导正回正常运作的国会，哪来私设行堂这回事呢？齐凯就非常的不开心了他就说这个举动呢就是不安好心借机呢来修理周万来秘书长来去剑指韩国瑜马英九这个办公室，马英九基金会的这个主任萧旭岑呢，就骂得很直接说邀这个周万来去报告呢，是在羞辱文官，无耻呢又可恶到底今天在立法院进行询答的过程是如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对国会势力的范畴，但是我可以让我说明吗？你这个算不算反质询？这疑问句，照国民党的定义，疑问句就是反质询吗？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站上备询台想回答，但立委审发会等不及，说出关键字眼反质询3字。因为反质询是有条件合宪，在国会改革遭判部分违宪后，民进党赵伟排议程还发假动，磨刀霍霍。赞不赞成这个宪法法庭这样的看法？很抱歉，这个本身如果是撇开秘书长的角度，法庭里面大概可能过大的对于立法权的一个线索。吐出真心话，看来周万来对释宪结果也有所疑虑。几乎现在立法委员是没有提案的权利。把以前2008年的时候赖清德曾经参与过的修法，他也表示赞成的修法，通通宣告违宪让台湾正式走入一个得到40%选票的总统，可以当超级大总统。只是这样的说法，说要列席的律师李全和顶着新法社现身，吴思瑶抛球，两人一搭一唱。觉得这位委员是不是理解也出了问题？讨论有些都是全部被放在一起那在这种讨论方式有可能有点去脉弱化，就怕周万来被为难，一扫蓝营干部就到委员会盯场，20位立委也在议场外声援，并痛斥释宪结果。不要想说屈服在赖清德的淫威之下来修改所谓绿色法官要求的修法。释宪结果出来，但朝野攻防未完待续。其实周万来今天在立法院的这样的讲法，其实还蛮不容易的就以他的惯常的，就是保持中立的角色来讲，他会说出撇开秘书长的角度，他认为宪法法庭扩大对立法权的限缩，所以齐凯你怎么看？今天周万来表现很好有攻有守，进退非常有节。我们只是比较难过的，像乃金跟我们两个以前都跑过那新闻非常久嘛，对不对？我今天在开场就讲过，连民进党以前的立法委员碰到议事上的问题，都要去请教立法院的活字典周万来。结果现在民进党今天竟然私设行堂，整个矛头指的就是要羞辱他。像什么大法官会议这个宪法法庭整个解释，把这个立法院的这个国会改革几乎要掐死了。之前是实质会死，对不对？现在是把立法院的国会改革几乎就要掐死了。民进党现在还这么高兴？立法委员要做什么事情？立法委员不就要监督行政部门吗？当立法权、调查权被大幅的这个限缩，听证权整个几乎都被砍掉，质询要总统来立法，这前线都被掐死了。民进党这样那么高兴？我觉得民进党应该博化宽宽的，你们就去当民进党的当什么民进党行政院的立法局，或者干脆什么，你们回党部去上班立完再被你们搞就快搞死了 ，NCC 被你们快搞死了，一个监察被你们快搞死了，现在连立法院都整死吗？台湾的法治能够再这样下去吗？那今天我们难过的是什么？今天周万民进党你已经赢了，对不对？结果今天你试设这个刑场是要干什么？你叫示威嘛，就是要示威嘛。你看那个整个今天上去的这些就黑白艺术的地方啦，你应该是回过头想想，人民要立法要做什么？要选举民进党要做什么？人民要真相，然后要监督政府结果现在不是，你们反而跟现在大法官会变成你们的侧翼，然后两个挂在一起，今天还开这样的一个会，让他多生气。今天更让人家生气的是什么？周万来已经是72岁了，之前在国会改革那个过程里面，你民进党的这个立法委员郭国文、高立东都是台南的，
他竟然去推挤，他去抢他的东西，他那整个这样跌倒了，后来那个整个跌在那个椅子上面，对不对？他今天勾眼竟然他在上午还抛出什么？他没有跌倒在地，你们画错重点啊！你推着这样他都已经跌着整个身体往后倾了。都坐不住了，或者跌坐在这个椅子上面，这个才是重点啊！你这是什么？国会那个脸书上面就一堆人在骂他，你这是国会抢劫罪。那周恩来没有跟你计较啊，他就是委屈的求钱啊。可是他有委屈求钱吗？弄到后来，我今天问他，你委屈不止没有求钱，民进党就得寸进尺啊，弄头轻骨啦，你还变成姑息养奸了。现在不是只有那个他被推的这个事情立法院出现什么要开会的时候，民进党那个黄贼还可以进去当小偷一样去开门。然后这个议事处的这个人员要开会，被民进党把他软禁下来。周万来身为一个立法院的这个秘书长，是一个幕僚长，你看他跟韩国瑜是怎么样的委曲求全，为了整个朝野和谐是一退再退，就今天给你排这个，就是要羞辱你。所以我今天跟他讲，不要再委屈了，硬起来。对民进党有什么好让的？再这样下去，整个台湾都被他们搞垮了。钟嘉宾找周万来，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啊！哈，就是说在这个立法院审查国会改革相关法案的时候，它的主体是立委嘛，哈，议事处哈、秘书处哈，他们就是按照这个委员的相关的议事程序来处理所有的这个议事的流程，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那你今天大法官会议呢做成了那样结论之后，都已经是完全的按照民进党的希望的这样的主张了，大部分都已经都判违宪了。你找周万来来，你是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你是希望由他的口中来说出你们这些立委都不对吗？这些蓝的立委都不对吗？我看这个钟嘉宾呢，今天跟周万来秘书长的对话啊，他说他就是要逼他讲说蓝军跟蓝委加白委哈的议事过程是有瑕疵的，但是释宪文其实里面就说虽有瑕疵啊，但是呢南卫以完全背离公开透明原则，对他其实这个在讲的就是说没有记名，对，没有记名投票的问题啦哈，用举手的这样子，他就说我不认为有议事瑕疵啊，然后他就杠起来了，他说钟嘉宾最后就说那我也没有你的办法。他为什么？他到底是希望怎样？他希望这个秘书长担任什么校长还是什么的角色？就要去骂要去骂蓝的立委，要去骂白的立委，是这样吗？啊，我觉得今天这个会议啊，就是很清楚啦，他们想要乘胜追击，然后私设行堂，继续落井下石，然后继续羞辱，就非常清楚。因为其实司法法制委员会难道没有别的主题可以开会了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都知道嘛，我们对于下一周的会议，其实可能在今天通常是上一个礼拜四我们就会知道，要不然也会到就礼拜五一定得知道。但是这一次司法法制委员会在这个礼拜一的这个会议，我们是到大概我办公室至少到了那晚上7点，我们还问不到啊。那其实今天是我们有8个委员会，大概7个都是这个地方的考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但是有这个私设行堂，而且有那种突袭的那种味道哦。那我们知道，其实周万来他就是一个非常的专业、非常善良的一个好先生。那我觉得把他找去那个地方，我觉得真的是大可以不必啦。今天呢，其实大法官释宪的结果，我想我们不是释宪结果不用出来，我们都已经知道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今天民进党还要怎么样？如果说要自己阉割自己的这个立法委员的权利到这种程度哦，还要沾沾自喜，我觉得其实不以为然啊哈。好，那我们再看哦，其实我们现在讲到，就是刚刚齐凯也讲到说，哇，难道是现在喜欢这个我们变成行政院的立法局了吗？其实这从上一届开始就这样，那这一届呢更甚为之哦。那如果说民进党到这个样子，还要再用这个会议的方式来去羞辱这个周万来羞辱这个在野党，我觉得其实在未来的我们未来说这一届剩余的时间当中，我想这个朝野真的很难再继续沟通下去哦。好，那我们再来看，这是大法官释宪哦，我觉得连我们的调查权就拿到，各位记不记得我们其实在立法院还有调阅权，我们连调阅权都没有办法行使，现在没有调查权，我每次想要调阅任何资料，不是不给，然后就是很敷衍。那再来就是涂黑，我们连调阅权都没有了，现在调查权也没有了。我觉得把我们自己立法委员的权限限缩到这样，不要忘了，其实每一个立法委员其实就是代议士，我们背负的很多这个民众的这个期待跟托付来到立法院，而现在双手一摊，什么都不能做，我觉得这个是民进党乐意看到的吗？
林濁水啊，他就在脸书上面呢批评啊，说本来呢立法院通过的国会改革方案，只是让立法院呢由侏儒啊变成了高一点点，变成了矮子国会，没想到这样子呢，民进党呢也都没有办法这个接受啊，15位呢亲绿的大法官。成为了捍卫中华民国宪法的守护神，他觉得这个是非常吊诡的啊。整个的心理状态呢，竟然虚弱到这种程度，因为过去的民进党呢是反对这个中华民国宪法体制的啊。在这样子的这个情形之下，到底就是接下来呢？国民党准备在立法院呢怎么做？哈，难道还要再提出其他的法案，再跟民进党这样子杠上吗？然后赖清德总统呢，在违宪的释宪案这个出炉了之后呢，就说了一句说哦，我愿意到这个立法院呢去进行这个国情报告。王惠美说，那你干嘛？你来干嘛？你来了之后呢，我们也不能对你询答，你是向来直播的啊，不用这个多此一举啊。大法官的这个释宪呢，把这个立法院的调查权给拿掉了哈，就阉割了哈，不给立法院该有的权利。这个对于立法院在监督的职权上面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正在进行的像是超私案啦，这个疫苗案呢，它就难以为继。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检察官呢突然积极了起来，约谈了陈吉仲他们那些人，是在演一场戏吗？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少康战情室的现场啊！北检呢，今天上午呢，看起来非常大动作了哦，约谈了前农业部长陈吉仲、林聪贤还有陈俊基3个人，结果呢，哇，动作非常的大，2个小时就被请回了，非常的快啊！这个是也算蛮破纪录的哈。黄国昌呢就虽然说这个是假动作啊，他毫不期待。我们看到超私案的争议，在2023年3月份，就是去年3月的时候呢，农业部呢进口启动了这个进口蛋的专案，然后呢，后来呢就被踢爆说，是一个人公司竟然能够拿到1.75亿的补助的贷款啊，然后陈吉仲呢在9月17号的时候呢，为了超私案的这个争议呢，口头请辞被慰留，19号公开道歉，他2度呢请辞下台啊。然后在接下来呢，监察院呢申请自动调查，然后呢就是这个立法院啊，立法院呢好不容易呢经过了这个选举之后呢，蓝加白啊，就是能够超过立法院的半数啊，所以呢终于成立了进口蛋的调查小组。可是呢的权利呢，马上在上礼拜就被那个大法官给拿掉了啊！现在这个就难以为继了。然后这个监察院的纠正案呢，是对于农业部的监管失责提了5项的纠正，6项检讨改善的意见，然后已请检调查处啊，检调查的也是动作非常的缓慢，因为事实上呢，在一开始呢，蓝营立委呢去踢爆这个案子之后呢，其实就有相关的这个委员把他们告进这个就已经去告了，然后迟迟都没有动作啊，然后到9月24号呢，兵分14路展开搜索，然后对于关键的人啊，到今天上午才来这个约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部长今天是以备用身份来，部长慢慢推哦。穿着深色西装走进台北地检署，他是农业部前部长陈吉仲，这回被列为被告，遭北检约谈。部长，你也被告，是不是觉得慢慢推就好，小心后面抢到了。面对镜头，陈吉仲没有回答，而跟在他背后穿灰色条纹西装外套的是中央畜产会董事长林聪贤，同样也来到北检复讯。董事长，你会觉得很委屈吗？小心！北检大动作侦办超私蛋案，就是因为2022年到2023年国内蛋荒，超私公司疑似受到农业部委托进口8000多万颗鸡蛋，金额高达4.7亿，而这样的进口量占总量60%，远远超过其他专业蛋商的数十倍。北检这回约谈3名关键人物，而第3人就是现任农业部长陈俊基。部长今天是以被告身份吗？被告身份有没有准备什么东西？
进口蛋争议大爆发，北检依照图利、诈欺、渎职、教唆犯罪、伪造文书等罪名，以他次案指挥台北市调处搜证，怀疑超丝公司涉弊。因为超丝公司疑似只有秦宇桥一个人经营，资本额仅50万元，却从进口蛋获利大约3800万。北检上个月底指挥台北市调处搜索了农业部、畜产会和超丝公司，这回约谈现任与前任农业部长，也把中央畜产会董事长找来问话。那陈吉仲、林聪贤还有陈俊记啊，3个人呢都是被告的身份呢被约谈，然后很快的呢就离开了哈，也没有复讯哈，看起来呢好像是轻骑过关，演这一出是怎么样啊？这实在演太大。对，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觉得哇，这个检调果然是动起来了，对呀，不负大家的期待。而且在这个3个里面，像林聪贤他的这个案子的角色可能最为吃重。因为他等于是负责去引进，然后负责跟超丝去做这个接洽的一个单位哦，所以大家觉得，林聪贤会不会进入复训啊等等啊？现在看起来2个小时后3个人就嘻嘻哈哈的笑容满面的离开，那我觉得这连雷声大雨点小都称不上，基本上我觉得搞不好都是大家都是心里面有数的一个戏，过个场而已。那检调为什么这个动作？我觉得要感谢立法院呢，因为立法院后来成立了这个调查小组。才让这个压力才迫使检调才在上个月开始才在进行一些动作，否则的话这个案子在检调已经1年多的时间了。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跟罗强他们去告发这件事情啊，去年9月、10月的事情啊，这1年的时间，检调才做那么一点点的事情，然后超丝的几个重要的人，其中有一个还在日本滞留未归，那我也觉得很奇怪。现在北检里面2个很重要的案子，一个是柯的案子，他的账房也在日本，另外一个这个超丝案，他的账房也在日本，那怎么跟日本关系这么好？这不想办法就跟日本在做这些方面，把这些情况或者是发布通缉，想办法就回来去了解案情啊。所以你像超丝这个案子，其实我觉得大家对这个案子的期待，希望查得一清二楚嘛。为什么国家机器老是可以配合个人？然后由个人也成立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公司，超丝如此，过去的快筛如此。然后呢，后来现在光电也是如此，很多的光电转来转去，台盐转来转去，都是自己人在转来转去，然后赢得了很多的获利，所以大家看不惯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希望这北检啊，不开刀，不要针对柯文哲开刀啊。如果真开刀的话，要拿超丝这个案子，就查清楚中间政府这部分有没有人在其中呢上下其手，配合去做一些进口的事情，而且除了超丝这一家之外。有没有其他的相关的蛋的公司？因为去年的蛋荒嘛，很多都有进口的案子，那是不是都有这个猫腻的情况在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北检不要只做一日英雄，不要只做半日英雄。早上看了之后，大家绝对为北检的 guts 拍拍手，在2个小时之后就完全泄了气。而且这个案子非常的特别哈，就是超丝这一方。不但之前的时候，秦宇桥呢非常的神秘哈，一直到约谈的时候呢，大家才看到半个这个面目，因为他并没有，他那天好像戴个帽子哈，才看到这个秦宇桥女士，然后他的女儿呢是一个关键人物，这个吴亦菲，当初呢相关单位呢就是跟他通了电话，一通电话就敲定了1.多亿的进口超丝案，哇，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就请教永平，这个事情哦，我老实讲了啊，它不合理处非常多。那我们也从去年到今年也讨论了很多，我很不愿意这样讲。可是我认为今天早上超丝以被告的身份，超丝案以被告的身份约谈了陈其仲、陈俊记跟林聪贤，可是看起来呢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其实这所有的事情，包含陈启玉那个光电案啊，像是办到绿营的自己人，大家有没有觉得他们2件事有很雷同的地方？第一个，他们2个都是我们在座的包含张启凯委员的民众党党团跟立委强打的案子啊。第二个呢，时间点呢都压在呢柯文哲快要延押，以及今天那个应小薇又已经延押成功，柯文哲的延押案马上要开庭的前夕，那为什么？然后再加上呢，又有大法官的对立法院很不利的缩权的释宪案，
其实我认为他这些的处理呢，全部是在政治上安抚的第一目标就是白营。他要跟白营的群众说啊，我们不是只针对柯文哲哦，我们也有办这个民进党自己人哦，这个局营大将陈启玉哦，然后呢，我们的超司也有进展哦，我们把3个部长哦，就是包含陈吉仲、陈俊纪跟林聪贤，全部都当成被告咯其实呢，我觉得他都想要在政治上减震。减压，就是一旦延压柯文哲的那个压力。可是问题是，你要做这种戏，你拜托演的也像一点好不好？你今天把这3个人以被告身份约谈，他不只是轻轻放过，他时间非常短对。那你时间的非常短，其实大家都经过那个程序啊，你要什么先去检调啦，然后把你拷问了半天啦，然后之后又再移送北检啊什么，就他们这样轻轻松松，然后大家好像也没有感觉，然后也不觉得自己是被告，轻轻松松的来去自如的样子。这里头反映2件事，第一个就是你的超司案。你基本上你拖太久了，已经所有市政该灭证的该灭证，该串供的都串供，他这些人高层一点的什么东西都找不到，都已经断点都设好了防火墙。第二个就是你根本不肯办嘛，那你如果不肯办，那今天我认为对民众党跟柯文哲来讲一样的道理啊，柯文哲的案子还不明状况以后，你有那么多的检调泄露给各种媒体，大家每天谈话性节目像连续剧一样讨论，那我们就看看你超司的这个秦宇桥的女儿吴玉妃有没有也泄露出来内情，他调查他到底怎么涉案的，他到底穿什么衣服颜色逃亡的，他到底拿什么那个款式的行李箱，你看看有没有出来有没有被某周刊爆料，然后大家是不是照样来讨论？你如果用同样的方式伺候超司案跟秦宇桥的女儿，大家才能够认为说柯文哲的举止以及柯文哲案没有司法不公，没有司法迫害。就检方的办案节奏究竟是巧合还是说就是要显示出来一个态度，办案不分蓝绿白？还是说这里面呢反映出来我们这个检调方面的政治嗅觉呢非常的敏锐？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